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Blow Yo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播客。大家好，我是峰哥，我是简丽丽。今天是咱们女性系列的第3期了。这一期呢，我们回到生育的话题上。这一期呢，也是由知名的美妆品牌珀莱雅联合 BYM 共同呈现的。这一期女性系列第1期播了之后，其实我收到很多反馈，包括在那个我们自己的 BYM 的邮箱里面收到了就很多很动人的来信，还是听到很多听众很希望我们多讲一些我们变成爸妈之后的一些很真实的感受。然后因为正好就是去年珀莱雅它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家庭责任不仅是妈妈可见，每一份爱都应该在场。然后今年呢，珀莱雅这个品牌呢继续关注妈妈们的境遇，他们希望家庭责任不再是妈妈的专属。在我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提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是说因为有些好妈妈做得到，但世上不该只有妈妈好。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所以我也就是我想在这期里面跟 Bro 峰一起讨论一下我们做了父母之后我们自己的家庭里有什么变化。在第1期里面，我记得我们当时有聊，就是尤其在自恋文化下，女性就当有选择的时候，可以被选择的时候，就选择不生育，更容易更愿意选择不生育。这里面其实我记得第1期里可能没有提到的，比如说当你在一个自恋的文化下长大的时候，里面孩子往往会承担一个巨大的预期。自恋的父母更像是一个，就比如说我认为你要成为一个钢琴家，你成为任何其他的东西，我都对你感到无比的失望。所以目标鲜明。对，所以孩子不能发展自我的那一部分嘛，就是自我的愿望啊、欲望啊，我想成为的，就这些都不重要。在这种状况下，女性其实就是很害怕生育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很害怕，如果我成为了母亲，我似乎要进入到一个新一轮的对我的预期里面。因为我从小到大的人生要不断的去迎合别人的需求和满足他人的预期，否则我就是一个特别令人失望特别不好。当我成为妈妈之后呢，这个社会或者家庭对于什么是一个好妈妈是有一个预期的。我觉得这次也是因为品牌提出来说，就我们小时候总唱一首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那这个其实就对于妈妈这个角色就赋予了压力更大了，巨大。就因为你要再不好，这孩子就无依无靠了。对所以就是自恋文化下长大的女性，当我生育了之后，我会自然而然的去选择背负整个社会对就特别高要求一个好妈妈的预期，而这个预期就会变成一个无底洞。这个状况下，我觉得女性就是有选择的时候，就是很害怕，就无法承担这个太重的责任。真的无法，我觉得真的是无法承担。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个话题是有帮助的。当然，我就不止女性应该参与这个讨论，我觉得男性还有整个社会的，特别是男性需要对，要一起来参与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如何才能把，比如说对于怎么做个妈妈，怎么做个爸爸，当我们生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到底怎么分工？就是因为显然我们之间的职责变了嘛，就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个新的任务。那这个任务到底是什么？我们是比如说我们养育的目标是什么？怎么一起养育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整个家庭一起坐下来一起讨论分工和协作的。所以我自己就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认真的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生育之后特别大的精神压力来源于哪儿？我觉得我的精神压力更多的来源于工作，就是你要花比如说多少精力放在抚养孩子身上，然后那就意味着你花在考虑工作的时间这个就少了。就因为我刚想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的这个顾虑不是特别典型，然后后来但我再细想下去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应该是很多女性都面临这个困扰的。就现在大家对妈妈的压力就更复杂，因为大多数都是女性也工作嘛，所以它是有双重的。如果你就以前可能还建议说你要做一好妈妈，当然这已经有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无底洞的要求了。但同时还有另一种声音，就是说好像你也不应该失去自我，也
不应该放弃工作。对，大家对于全职妈妈还有一些偏见。对，就好像如果作为一个全职妈妈，好像是你好像又不求上进了。对对，对自己的比如说梦想的某种背叛，就会有这么一种声音在。我觉得好像生育之后，我自己更多的冲突，或者我回溯我整个生育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特别大的担忧是，我不想让其他人认为我会因为生育这件事情影响我的工作。这个以至于，比如说我基本上没有在我整个生育到生育一段时间之后，我都没有在比如说朋友圈，就其实到现在也没有晒孩子的照片啊。对，我从来不做这个事儿，就好像我要隐匿掉我的，就在整个职场整个这个环境可控的环境下，我要特别隐匿我的妈妈的这个身份。但实际上是我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以及我还想就是如果你记得我当时是刚生产2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工作上比较重要的会议，当然就是和我约这个工作会议的人并不知道我生育的这个状况。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就从月子中心先跑回家，就是找合适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身体状况下，就是穿以前的衣服又不太合适的，那我就找合适的衣服还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就跑回公司去和对方开会，要很努力的掩盖自己就是刚刚生育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回溯我整个的那个心态，好像是就我不知道我要向谁去证明一些实际上我非常 struggle 以及我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是我既要努力的适应妈妈这个身份，因为显然有很多就是在当妈妈这件事情上是有很多很多要重新学习和适应调整的部分，但另外一方面我很不希望，或者我很希望我在工作上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那就生育之后，就有了孩子之后，咱俩什么家庭分工有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有一点是那个我以前听说过，然后我很真实的感受到，就是妈妈在这个特别是孩子很小的时候，我想比如1到1岁2岁的时候，妈妈就在家中，不管她以前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啊，在家中变成一个特别主导有存在感的一个角色，就有点像那个 manager 或者统领一样，就是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相信就是当然咱们不是一个很大的家庭了，不是说爷爷奶奶们全注意，但是如果是的话，我相信他会给各个人，比如说这个周末我们要怎么做，比如说孩子要出去玩或者要怎么着，他什么爷爷奶奶爸爸什么如果有阿姨的话，就全都指定好自己的角色，你拿什么，然后怎么着，就或者比如说出了一个什么突发情况，都立刻去处理。就是规划好每个人的角色，然后大家就哇够。在这段时间里，爸爸他会变成一个很听命的一个角色，服从的一个。你说这个我有好多想法。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是因为今天早上博峰突然跟我说，就非常 out of nowhere 的状态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当了妈之后还是有变化的。然后我说有什么变化？然后你刚才就说了这段话，就这是你说就我身上就确实更像个妈妈了。我就很有 leadership， 就 leadership 特别鲜明的一个 leadership。我在上 MBA 的时候啊，会专门有一个有关 leadership 的一个课或者一个讨论的过程中，大家会说，或者这么说，我们当时讨论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女性的 leadership 的一个role model 会是什么样？当时教授说到就是我首先说一下，这个教授其实本身也是一位女性，也是一个在商业界很有 leadership 的一个人啊。他说到这么一点，他说，当女性作为一个 leader， 她在替别人争取权益的时候，她去咄咄逼人，是把这种 aggressiveness 和 caring 是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当她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权益的时候，所以回到父母作为爹妈，就成为妈妈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就是中文老有这句话说那个什么女性为母则刚，它前面还有半句好像说本来是一个柔弱的形象，但是为母则刚。对，女性好像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女子本弱我们是现在被批判的这个观点了，但为母则刚呢，确实是这还是一个挺鲜明的一个转变，就是
哪怕我平常是一个咱们就说更宽容的一个角色吧，我并没有特别诸谋必究啊，我对自己的利益非常敏感啊什么。但是当我有孩子的时候，那我孩子一定要就不能吃亏啊，一定要最好啊，一定要我把他安排井井有条，围绕着他，让他能够有个茁壮成长的环境吧，茁壮成长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在这个，我是能感觉到，就这个转变让女性，当然我没观察过太多了，就这个转变能让女性就整个全促活了，能感觉就全都调动起来，她的 leadership， 她的性格中的那个 aggressive 的那一部分，如果以前没有被唤醒的话，然后她的这个整个周密的计划，这个孩子的生活到医疗到学习到这个饮食，这方方面面就做出一个非常周密完善的计划，并且调动他这周围各种就是非常 entrepreneurial 和有 leadership 的一个。所以你的意思是，所以当然你以前也是了，但是所以我就想说你的意思是我的创业中并没有展现出这个角色来，然后就当妈妈之后有了这个角色。当然也是了，但是就在你以前在生活中还并没有，就还挺随意的，就没有那么讲究吧，某种对。但是就立刻就明显是一个果断的一个 leader。你说这个时候，我其实有好几个思路。一个我很想吐槽一件事情，因为我跟我朋友还吐过这个槽，当笑话聊的，就是我记得从月子中心出来的那一天，因为那天显然是手忙脚乱，你要把这月子中心退房啊，把所有的那个东西就全部收拾好，而且那是你第一次来主导，就是你要带着孩子离开一个就是已经被set好的环境，你回家。第一次有个大动静嘛。对对对，那一天你大概已经不记得这个事情了，然后但是总之家里的所有男性的表现都令我非常非常的失望。都不太行是吧？对，是我虽然确实不记得，但是我也不意外。就是我当时想你们都在想什么，但我觉得这可能非常反映情况。然后在那个时候给我最大帮助的是阿姨，因为当时我的月子中心是送了我3天，就阿姨回家住家3天，就是帮助你过渡这个非常混乱的阶段。阿姨可能看过很多次这种情况，对这个时候可能只有除了妈妈和她，就是其他的都不太行。因为关于那天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就是就刚月子里就是刚1个月的宝宝，因为他就每3个小时就要喝1次奶嘛，不然就特别饿就哇哇哭。其实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及时的吃饱，然后我觉得这是在你的整个。就如果有 KPI 的话，这是最大的 KPI。然后我觉得家里所有的男性，就是你跟我爸都没有围绕这个 KPI 做任何事情。我回家的时候，就是看到我爸花了巨大的精力做了一桌子菜，我也就这完全不在主要 KPI 上。家里可能我唯一期待的就是那个暖奶器，我现在有点忘了那个时候情况，比如说奶瓶要消毒啊。要保证他喝到热的奶，就这一件事情，就是我的那个我提前买到家里的唯一重要的那个机器，原封不动的就放在桌子上，就还没有被拆装，等等等等吧。所以那天回去的时候气得不行，而我觉得你跟我爸就完全在状况之外，完全不是要就是在听命的一个状态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只有阿姨了解到我的绝望，就阿姨迅速的掌控情况，他告诉我说这个状况下可以做什么怎么做，然后迅速的安抚了小孩。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我爸还是你都是很想，就显然你们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的，但是买了好多菜呢，但是可能天然的，我有时在讲是天然的，你们因为不在你们育儿的一线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或只能是女性站出来说我需要，就告诉你的 KPI 是什么，对，我需要，或者你的 OKR 是什么，对所以这个不可避免你要 take 这个 leadership。但话虽至此，我觉得就是我想说的，我刚才想你刚才表达这个，我想第二方面就是我觉得我是运气非常非常好的。你这么说我还挺不好意思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没有夸你呢，我
说的是，就当我 take 这个 leadership 的时候，就是家里的男性是愿意配合的，而我的理解，这不是大多数的状况。在这个位置上，女性 take leadership，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人会，尤其男性啊，很难跟你去争抢这个岗位的，就是明显没有竞争力。对，不，那我觉得很多男性，你说他可以不配合，当然也就是那是一个更糟糕的一个状况啊。对，但我觉得大多数，或者不是大多数，或者我听到的更多的抱怨，就包括身边的朋友的抱怨等等，是尽管整个家庭都期待妈妈承担主要的育儿的责任，但是整个家庭是不给妈妈任何支持的。在这种状况下，这就我们刚才说的，就社会预期对于妈妈好像这一切都是你的责任，就是这跟我们无关，就是孩子养得好养得不好，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这都是你的问题，而其他人并没有来帮助这个妈妈。我觉得这时候就是女性就会在这个家庭关系中陷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孤独的境地。但是说到这儿，我也觉得哇，那这对于女性来讲真的还挺，就最好的状况，难道最好的状况就是我来指挥，然后我来指挥，但是你来配合我。当然就我觉得对于女性，就比如对于我来讲，就你永远我希望有人跟我一起口立的这个事儿。但这可能真的还挺困难的。不过这个让我想到，我觉得前几天我记得我们家阿姨跟我夸你的一个话，阿姨这么给我表达。那天早上因为夜里就孩子哭嘛，早上阿姨跟我说她我觉得 bro 风。我们家阿姨也管我叫 bro 风。阿姨说我觉得就是 bro 风还挺好的。我说好在哪儿呢？她说小孩哭他不烦。我说虽然他好像是不是这么说的？说你当时跟我复述说，就说怎么哭他都不烦，应该是这样。确实是，对啊，确实是。这个我觉得比刚才是一个更深情的一个夸赞啊。他说怎么哭都不烦。阿姨没这个语调啊。OK。我当时想，我说虽然这是真的，但是这对于他的要求也太低了吧。因为显然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肯定不是不烦就可以的。我不只要不烦，而且我要用很多的时间和耐心来安抚他。然后以及了解他的需求啊，然后下次怎么做得更好啊。而阿姨对于一个男性，就是他已经觉得哇，bro 风真的很好了，就是孩子怎么哭他都不烦。那当然，首先就是说，就我也不仅仅是不烦啊，就是大家听着好像这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就只是跟人呆坐在那儿的，其实不是啊，我也有试图安抚啊什么，我们可以说效果可能不是有史以来大家见过最好的、就是这动作分满分，效果为零。对，但是就不是说完全被动的这是一个忍耐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后来还有讨论，其实不烦并不是一个，就其实还是一个挺难，或者怎么说。你往自己脸上。我们当然想说，就因为大家在听的过程没有背景嘛，就是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不烦不是一个像就咱刚才那种描述那么低的一个要求，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当时其实有这个讨论，就是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其实他可以非常呵护孩子，但是还是会很烦，就是甚至烦的表露出来，其实这也是对孩子一个挺大的伤害。对，而我是一个非常 stable、非常稳定的一个存在，就是不管他怎么闹啊什么，我都是非常就 always there， 对吧？对，我这个是非常 appreciate 你这部分，但是我 have to say 这个 compare to。当然，就绝对不是说就是肯定比起妈妈来说，这个还是非常那个这一个。就我觉得这不是相对更基本的一个。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嘛。那当然，我觉得当有阿姨有这个反应，就我们家这个阿姨她其实是还比较有经验嘛，她服务过很多个家庭啊。但她确实，她说，我说这就是男性的极致了，就对。因为我可以讲更细节一些，因为。比如夜里喂奶的这个，因为孩子会夜醒嘛，夜醒之后你要哄他，然后喂奶啊等等，所以我跟 bro 风分工就是 bro 风去冲奶，我哄他，然后 bro 风冲完，然后我来喂孩子，包括哄他睡觉。然后有一天 bro 风就问我说：“哎，为什么最近你不让我去冲奶？”对，先是你有个变化，就是以前都是我去冲，后来你突然改变要求了，要我不要去冲，要我在那个
看着孩子，然后你去冲。对，不是峰就问我说，是我最近冲的不好吗？对啊，我自然联想，那肯定我是这个，那肯定是对我冲奶的表现不满意，然后我有点惶恐啊，所以我就跟你我就跟你 check 一下，让领导给些 feedback。对，我现在不若风解释了这个原因，是因为每次不若风去冲奶，动静都特别大，他不只要冲奶，然后我抱着孩子还在哇哇哭，然后不若风还要站在我们俩面前晃，就不若风没有意识到，就是还在夜里那个特别烦躁的状况下，他看了多一个人，他会变得更兴奋。以及不若风把奶瓶给我来喂孩子的时候，不若风就要一会儿就喝瓶水啊。这个有什么好笑的？我这个又打嗝放屁了，上厕所了，然后又说他就是因为被吵醒了嘛，然后一会儿把那个写字台的灯开，然后看会儿电脑了，就是这个都特别影响。Right， 但你也可以跟我说，那显然因为你的行云流水一般走来走去，然后这个就会使孩子，就我哄孩子入睡变得困难。对，后来我问了你之后，你给我这个对更细的反馈，但你突然调整了我的工作角色，这个让人很惶恐，也没有给人反馈，就说那天说你别干这个，你干这个，你工种变了，对，所以说我很惶恐，所以说我宁愿就是孩子一哭，然后我把波凤叫醒，我说你来拍着他，就孩子在哇哇哭，然后我自己去冲完奶，把孩子抱起来。就是这时候最好不若风也不要真的清醒过来，就不要有一系列什么喝水、放屁、打嗝、上厕所什么看电脑这些行为就不要再出现了。就是你的工作就是醒来，你拍着孩子，然后我去赶紧把奶弄回来，把孩子喂了，然后这个能够极大的缩短哄孩子的这个时长。OK， 明白。为什么说到这儿呢？那我想说一下，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因材施教了，但是就是妈妈由于第一线，或者由于你是在育儿第一线，由于你对他的需求特别敏感，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天生或荷尔蒙导致的一个能力吧，超能力。所以其实确实就是那家里的一切资源和人员就是得听命于你嘛，否则不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干的是好还是不好，就哪些不合心意了。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女性如果有能力 take 这个 lead， 我觉得是最好的。但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家里的其他人一定要来配合她。就你别在这个时候，比如说突然出现有毒的男子气质，就是比如这都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以及比如说像阿姨给我的反馈，就那很多爸爸是很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我理解女性在这种状况下，不仅要安抚孩子，还要在面对我甚至还要再去安抚我丈夫的情绪，以及可能你还会遭遇一些指责，我觉得这个都会非常糟糕。那我插一个话题啊，就是你说到一个比较糟糕的情况，就是女性或者妈妈她有很多责任，就这个孩子整个反正能不能茁壮成长全是你的事儿，但同时家庭没有跟很多的支持或者不参与。但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听起来甚至更糟糕，就是家里的其他成员，特别常见的是长辈特别积极的参与，但是他的这个整个思路跟你还挺不一致的。对，那这产生很多分歧啊什么，对，这个也很糟糕。这个在我的归类里还归属于这样一种状况，就是你不仅不帮忙，而且你不断的削弱女性在这件事上的领导力。这个事实上，我觉得我听过很多。有产后抑郁的，然后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多女性在面临的状况。家里各种人都对你有很多意见，比如说你到底怎么生育啊，比如说剖腹产还是怎么产，对，然后你什么时候断奶啊，能不能用奶粉来喂养啊，你吃什么呀，然后孩子比如说即便是在我身上啊，就是我已经非常运气非常好了，但是我记得我在孕期的时候吧，我们家人跟我就长辈跟我沟通的时候，我也经常能感受到说，哎，你吃点这个是我在喂母乳的时候，比如孩子有点什么反应，就会问我是不是你吃了什么，
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会天然的一种好像孩子的一切的事情一定都是和你有关的，虽然可能从实际情况上现实状况上可能真的有关，但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讲听起来就很像指责，很像对我很多的指责，因为实际上这种指责我自己已经有了，我会来回忆是不是我吃了什么东西会使他有这个反应。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能感受到，好像或者有时候我怎么讲，我有自己的偏好啊，有自己的计划决定啊什么的，但是比如家里长辈会说，你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会对宝宝好。对，如果现在有个现场直播你们看，然后我就把腰掐起来了，就是这是让我非常不爽的。就对于一个妈妈来讲，就我已经在承担这么多的责任和努力了，然后但这个时候好像我被要求，就你牺牲的还不够，你为孩子考虑的还不够，这个会让我非常难受。但我觉得如果这种情况被再放大很多倍，如果我在整个育儿的过程中因为我最了解孩子，我要来 take 这个 lead 的时候，就是全家人都来干预我的所有的决策，那不仅不支持，而且我还要花更多的精力去照顾你们的情绪和应付你们的这种各种想法，我觉得那对于一个妈妈来讲就非常非常崩溃了。所以这么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家庭来讲，跟我作为一个妈妈的角色，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是非常非常感激家庭中其他成员能够给我支持，但这个支持可能不是说你特别具体的一定要做些什么，而是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大家能够尊重我的意见，以及力所能及的你能配合我更多的做一些事情。当然我的经验局限于孩子在小月龄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当他长得更大一些，他可以开始和就家里更多人互动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比如说父亲参与的工作的角色可能就会更多起来。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在育儿里面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我等会儿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我观察到的现象。因为我在就是我的朋友，就尤其是比如说有2个小孩的家庭里面，我觉得他实际上育儿里面有大量的工作是和家务有关的，因为这里面包含你要做饭啊，洗衣服啊，就真的我自己觉得我在没有生育的时候，反正我是没做过什么家务的。就我们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其实生活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家务是非常就家务是很少的，量很有限的。然后我也记得那个以前有一些媒体采访我们俩的时候，也经常问好几次谁做家务，我谁做家务，就咱俩谁都不做家务。对。然后我们也没有用阿姨。这还是做一些，就是比如跟猫相关的，照顾猫相关的，这都是我。我记得我当时一个很诚恳的回答，就是我们俩在家里就是谁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确实是。然后不肉风，那具体是怎么分工呢？好像没什么分工。但我觉得好像那个，或者谁喜欢做什么呢？我觉得你就围绕所有猫、养猫、倒垃圾、在家里吸尘这些工作，洗碗，对，好像这些就都是，这是我做，都是不肉风的。然后我自己就时不时的比较爱做饭，所以做饭这件事情是买菜这件事情是我来干，但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负担，就它不是我的一个负担嘛，就是家庭里必须来做的事情。当然我觉得这个得益于我对我自己还有不肉风对我都没有这个期待，就是家里面你要操持整个家务啊，然后就是你要把饭什么都做好。然后后来我追溯了一下，我就想我从小接受教育里面，我姥姥就教育我妈妈的时候就告诉我妈妈说，你不要做家务，你不要会做饭，她不教我妈妈做饭。所以好像我成长过程里面我能回忆起我姥姥也跟我讲说，你不要做饭，只要你有条件你就自己出去吃。我的生长环境里面，就我从来没觉得就做家务啊或者做饭要照顾家庭的饮食起居这件事情是一个比如是我的责任，我就从来没觉得过。我在这想多说一点，我记得我前2天还看有一篇媒体的文章，在描述一个所谓精英人物吧的时候，这个精英人物从一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等等等等。背景追溯啊，这个精英人物是位男性。对。然后它里面就有一句话是特别赞许的，说这个男性的家庭是全力支持他的，
就是跟着他每个国家跑，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我看这个的时候就，哎呀，就是好像照顾一个社会丧失劳动能力和社会功能力。对，让我太难受了。就是好像整篇文章都在赞许这个男性是多么的优异，然后里面出现这么一句，就是他的家庭，他的太太保证他的饮食起居。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从小长大的家庭到我成年之后成立的家庭，我的伴侣从来没有对我有这样的期待，就是觉得你要成为一个，所以这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吗？对，所以有这种期待也很难组建家庭了。对，所以当然确实存在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当生育之后，这个家务量翻倍之后，如果原本你的这个家庭或者你的这个亲密关系中，男性伴侣就默认说这些就应该全是女性干的话，同期女性还要工作的话，那我觉得这日子没法过。所以在这可能我想讲的是，就一个家庭，不管比如说你就取决你跟谁一起居住了，但一起居住的家庭，大家一定要找出办法来，其他人来把家务承担了，这样使女性能够就可能承担就我们刚才说的能够立的这个养育的过程，或者呢其他人来立的这个养育的过程，就女性来承担家务也可以，但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在协商的基础上的一个分工，更公平的分工。我针对就这句话呀，世上只有妈妈好。咱们的很多观众如果比较年轻的话，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是来自于好像什么80年代的一首歌是吧？对，世上只有妈妈好，怎么反正就大家搜一下应该都能搜到这首歌。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感觉这个对孩子是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这个如果孩子如果真的是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那他的潜台词就是其他人都坏人，就是这个外面世界又危险又坏什么的，我必须得待在妈妈身边，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对对对，他不敢出去探索外面的这个东西啊，对外面的这个对外面的世界的这种恐惧和排斥。所以作为妈妈也不要去让孩子觉得这世上只有妈妈好。对，就是很多人都好，大家都对你都有爱。然后当然也有坏人了，但是就是好人是很多。然后你如果能鉴别的话，这个世界是一个给你提供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值得去探索的一个环境。从温尼科特的角度来讲，就从你刚才说这两个极端，只有妈妈好和我去探索世界，这中间其实有个桥梁的。这个桥梁是小孩他先和主要抚养人建立关系。当这个关系他觉得足够安全的时候，其实所以我刚才讲，就是在小月龄的时候，他确实是和主要抚养人，如果这是妈妈的话，这个关系里面他就真的只有妈妈能来主导就他只有他能够来lead，就是整个养育过程，他什么时候该吃了该拉了，他该干嘛了。但是孩子其实接下来的心理发展过程是，然后他的依恋关系可以再发展到第三个人身上，比如说这时候爸爸进场，然后这时候他知道爱我的不止一个，我可以爱的对象也不止一个。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进来了，可能有兄弟姐妹，然后是孩子他的建立的过程是，我最早期是我只有一个依恋对象，然后慢慢发展成多个依恋对象，然后他能够和更多的人发展出我在这个环境下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关系，比如爸爸妈妈他们俩都爱我吗？谁更爱我一点？或者我跟这个好会不会使另一个不高兴啊？等等，他能够慢慢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感到安全之后，他进入到更大的世界里面，就是这个是他进入到更大世界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如果家人能够更多的支持妈妈这个角色然后大家怎么讲浮现在这个孩子的整个事业里面，这个过程就会对孩子的发展健康的多。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我也在想，为什么比如说女性天然的在育儿中会承担一些主导的一个角色，是因为女性更善于社交。因为我在回想起整个育儿的过程里面，就我们俩不同，我们俩应对的方式就你跟我的应对方式我的方式是我在不同的阶段，我不断的会和我的女朋友们，要不然是就是已经生育过在我之前的吧，
我就去问他们的经验。同期我还有几个好朋友是就我们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生育的，就我们互通有无，最近就孩子生病了，然后什么状况啊，然后你们去哪玩啊，然后有哪些资源可以分享啊，就是这些构成了我的主要的情绪支持系统。确实就包括我们会交换，就比如说我们用什么东西比较好，那个奶瓶在什么阶段你用的是3孔的5孔的呀，你们家吧这个阶段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等等等等，就这个支持系统其实对我特别重要。但 Bro 风呢，我看书。对，我觉得 Bro 风获得的都是，其实也有几个例子可能不细说，就是比如说或者举个例子吧，就是就跟睡觉哭闹是吧，我觉得看书嘛，然后他们有一些案例的这些可以怎么做，然后我还这是我为次数不多的主导了一次的这个他的作息调整，对吧？对吧？我说这个可能是这么行，我们试试这个招。结果还真的就也 work 了嘛。对，就是关知识就是力量，对吧？我是看书，是的。我可以跟大家传授一下我的方法，或者至少我想听的人中可能有爸爸，或者是跟我的行为比较类似的人。就育儿的书也很多，汗牛充栋，那就是你也大概可以判断说哪些是比较好的，哪些是就是瞎忽悠的。就是如果你有一定的阅读经验的话，我就会把这个 top 的比如2-3本书我全看了。然后他们基本上共通的那些几个点，当然你可能也看看不同时代，你会发现其实它的观点是在变化的，所以就是也别说现在的就一定对啊，但是比如大概什么经历时间的考验，然后基本上就不错的几点，那基本上是你觉得可以判断，或者有些东西你觉得是无害也可以尝试的。那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特别 obsess 在它语言的发育上，对吧？就是什么时候说什么，然后就这是我的这个育儿方法，对，科学育儿。对。但如果我是这么想，就如果我被 force 成为或者如果孩子是女生呢？对，角色置换一下，对，我是这个主导的这个抚养的这个第一月龄的时候，那我大概会用，就还是用这个方法，但我觉得也还是会结果不错的。对，我觉得虽然没有这个 social 的这个社交的支持体系，我想表达的是，就尽管方式不一样，但是 Bro 风的。因为 Bro 风每次读完之后都会来跟我 check 一下，就是对，咱家有没有补这个东西啊？然后孩子有没有开始说这个呀？对，其实这些是对于我是特别有帮助的。就哪怕现实层面上，比如说 Bro 风问我就说有没有补钙啊，有没有补鱼油啊，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尽管绝大多数事情也都做了，都已经做了，然后Bro 风也并没有参与这件事情，但这个给我很大的支持。对，所以这就是整个育儿，不管谁在一线嘛，就是其实所有人都要都要参与进来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突然让我想到，我记得以前你给我分享过一个说，为什么在北美，我记得有一个研究说亚裔的小孩申请学校，你记得吗？对，是因为他们的妈妈都组织了一个什么常青藤申请群，什么信息包分享群，对，而且都是微信群。什么100兆申请文书资料大下载，什么大礼包赠送，然后大家群里在分享。对，但我也想可能妈妈们天然的就是会形成这种互助小组。我们这期整个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育儿中的这些感受。我想回到就今天早上 Bro 风突然跟我说觉得我当妈妈之后还是不一样了，就是你当然用原词是你觉得我好像家里更有 authority， 因为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妈妈就特别 powerful 的一个感受，但实际上我当时也跟 Bro 风分享，就是这个实际上不是我的感受，不是我的体验。我的体验其实我经常觉得我像一个大学生，在很努力的来扮演这个角色。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很焦虑的，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会做不好啊？因为你看到一个小朋友在成长这个过程中，因为他的变化是特别特别快的，而且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然后这个经常给我带来，一方面带来很大的快乐，另一方面带来就是很大的压力。就我很担心会留下，因为我的一些没做好的什么事情，就是留下遗憾。不过今天早上波峰也给了我，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安慰。人家引用了10几年前我们见朋友，当时我们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他在整个婚育过程中都比我们早几步吧，
就说也不用焦虑，就是这个是人类千百万年来不断的有新手妈，所有人都经历过，就只要有育儿，他都经历过新手妈妈这一遭，他当初都是这种面对这种焦虑啊什么。但是要相信大自然、上天，它塑造你或者进化塑造你，你就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你能够应对这个事情，所以都会好。好啊，最后呢，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一期的赞助品牌方珀莱雅。就像他说的，也是我们这期整个讨论的，就是希望每个家庭的成员不仅可以看得到和欣赏妈妈的努力和付出，妈妈的好，也可以来共同承担起家庭和育儿的责任。就当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观念上有一些改变，如果整个家庭成员都能够给这个主要抚养者，大多数情况下是妈妈们一些无论是情绪上的支持还是行动上的支持，我觉得都能够帮助这个家庭更好的应对这些新的挑战。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正好赶上今年的母亲节，也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欢迎写信告诉我们你听我们节目的感受或者话题的建议，我们的邮箱是 bymclub@outlook.com， 拼写是 bymclub@outlook.com。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